除夕夜，我老公作为集团总裁，在家族晚宴上进行年终嘉奖。他先是奖励了跟着他打拼的弟弟一套房，又给了公婆一张无限额的黑卡。轮到我时，我有些期待，毕竟我为了他公司的上市，整整1年都在国外对接项目，连家都没回。他拉住我的手，将一个精致的盒子交给我。老婆辛苦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特别礼物。我打开盒子，里面却是一本女德和一张寺庙修行的报名表。你为公司付出太多，都忘了怎么做个贤妻良母了。我给你放个长假，去山上好好静静心。林安，我知道你辛苦，但女人终究要回归家庭。事业心太强，对婷婷的成长不好，对我们整个家族的声誉也不好。满桌的菜肴，热气氤氲，我的心却暖不了分毫。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探究、幸灾乐祸，理所当然。婆婆首先打破了沉默。是啊，林安，阿燕也是为你好，家里不能没个女主人样，你看看婷婷都快不认识你了。她抚摸着刚到手的黑卡，姿态高傲。小叔子顾阳晃着手里的新房钥匙，笑得满脸得意。嫂子，我哥这是疼你，让你歇歇，不像我们还得苦哈哈的给他卖命呢。他嘴上说着卖命，脸上却写满了不劳而获4个大字。我没有理会他们，我的目光越过一张张虚伪的脸，最后落在了我的女儿顾婷婷身上。她今年10岁，穿着名贵的公主裙，正低头拨弄着碗里的米饭。似乎是感受到了我的注视，她抬起头，眼神躲闪。妈，爸也是为你好。手心里的最后一点温度也彻底消失。我拿起那本刺眼的红皮书《女德》，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翻开了第1页，然后我用力将它撕了下来。顾燕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林安，你干什么？我没有回答他，我一页一页将那本承载着他深情厚谊的书撕得粉碎。你疯了！他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道之大，像是要将我的骨头捏碎。我把手里剩下的书籍和那张修行报名表轻轻放在他面前，然后我一根一根地掰开他的手指，转身就走。林安，你敢走出这个门，就再也别回来，明天就去离婚。我站定，没有回头。好啊，谁不离谁孙子。我开车直接去了公司。汇星集团4个大字在夜色中闪闪发光，这里曾是我挥洒了10年青春和热血的战场，也是我亲手为顾燕搭建起来的商业帝国。我打开了公司大门，来到顶楼我的办公室。我打开电脑，插入早就准备好的加密硬盘。我开始拷贝属于我的所有东西。过去5年，我为公司开拓的全部海外项目资料，我亲手建立的核心客户名单，每一次谈判的底稿和复盘，未来3年的市场布局规划，这些东西一部分存在公司的服务器里，但更核心的只存在于我的脑子里和这台电脑里。他们是我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用牺牲了陪伴女儿成长的时间，用整整1年没有回家的代价换来的，是我的心血，我的勋章，也是我最锋利的武器。数据传输的进度条在一点点前进，向我的过去正一点点被抽离。就在进度条即将达到100%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粗暴地推开，顾燕带着她的父母和弟弟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林安，你闹够了没有？顾燕的脸上满是怒气，她几步冲到我面前，想关掉我的电脑。我身体一侧挡住了她。我闹，我看着她，觉得有些好笑。在你全家面前送我一本女德，让我去修身养性，到底是谁在闹？婆婆跟在后面，一进来就看到了我桌上的硬盘，立刻尖叫起来。你这个白眼狼，你果然是想偷公司的东西，我们顾家真是养了条毒蛇。她冲上来想抢我的硬盘，被我冷冷一瞥，动作顿住了。妈，说话要讲证据。我淡淡的说，这里面的东西哪一样不是我挣回来的？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公公一直没说话，此刻才沉着脸开口。不管是什么，你现在还是顾家的媳妇，你做的一切就都该是顾家的。赶紧把东西放下，跟我们回家，不要再胡闹了。回家？我环顾着他们一张张理所当然的嘴脸。回哪个家？那个让我跪下给你们当奴隶的家吗？你！婆婆气得发抖，口不择言地骂道：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还敢在我们顾家作妖？我们家不需要你这种抛头露面的女人。这句话像是一盆冰水，都头浇下。我跟顾燕结婚10年，因为早年创业伤了身体，一直没能再要个孩子，只有婷婷一个女儿。
这件事成了婆婆攻击我最常用的武器。过去我为了顾燕都忍了，现在没必要了。是吗？我慢慢拔下已经拷贝完成的硬盘，握在手里。那正好，你看谁能生儿子，就找谁给你当儿媳妇吧。你敢？顾燕怒吼，她大概从未想过，一向隐忍的我会如此强硬。小叔子顾阳在一旁煽风点火，哥，跟他废什么话？他就是欠收拾，让他知道离了我们顾家，他什么都不是。说着，他就想上来抢我手里的硬盘。我后退一步，避开了他的脏手。这里面的东西是我用1年不回家换来的，你们谁有资格碰？我的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了下来。就在这时，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公婆身后挤了出来，是婷婷。婷婷被他们带来了，脸上还挂着泪痕，眼睛红肿。妈妈，她哭着跑到我身边，拉住我的衣角。妈妈，你别闹了，跟爸爸回家吧，我害怕。因为我长期出差，女儿跟我并不亲近，在婆婆的挑唆下，对我颇有微词。此刻看着被他们当成工具推到我面前的女儿，我心如刀割。我的手在微微颤抖，我蹲下身，平视着她的眼睛。婷婷，妈妈不是在闹，我一字一句清晰地告诉她，妈妈是在拿回自己的东西，拿回本该属于妈妈的尊严。我不要尊严，我只要你回家。她哭得更凶了。同学都笑话我，说我妈妈是工作狂，都不要我了。我的心狠狠一揪，原来在孩子眼里，我长久的缺席是不要她了。顾燕见状，立刻沉下脸，对我下令：林安，你听到没有？为了婷婷，马上跟我回去。他以为女儿是我唯一的软肋，过去或许是，但今晚，当我看着婷婷说出爸也是为你好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被他们教养成这样，无法与我共情的女儿，已经不再是我的软肋。我站起身，不再看她。顾燕，我已经决定了，谁也别想拦着我。我平静地说。顾燕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愣了一下，随即勃然大怒。好，我看你今天能不能走出这个门。他拿起内线电话，吼道：保安部，都给我上来，拦住林安，他要是带走公司任何东西，你们就给我直接报警。很快，几个保安冲了上来，为首的是新上任的保安队长。他看到我，明显愣了一下，眼神复杂地看着我。这个队长是我1个月前回国时亲自面试招进来的，当时我看中了他履历里的特种兵背景和正直的眼神。他带着人将我围在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顾燕怒不可遏：看什么？动手啊！把他手里的硬盘拿下来。保安队长看了看顾燕，又看了看我，最终他对着我微微低了低头。林总，你抢。他侧过身，让出了一条路，其他保安见状也纷纷让开。顾燕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你被解雇了。他指着保安队长的鼻子，气急败坏地吼道。队长站得笔直，目不斜视。是，顾总。但他没有动，依旧为我让着路。我握紧手里的硬盘，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奋斗了10年的地方，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身后是顾燕砸碎东西的巨响和气急败坏的咒骂。我没有去任何朋友家，而是直接在公司附近的一家5星级酒店开了间房。我需要一个绝对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热水从花洒里倾泻而下，冲刷着一身的疲惫和屈辱。我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脸色苍白，眼神却亮得惊人，像是被扑灭了很久的火种，终于在废墟之上重新燃起了火星。我拉黑了顾家所有人的电话和联系方式，世界瞬间清静了。第二天一早，我约见了本市最好的离婚律师。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尽快离婚。财产方面，我净身出户，所有婚内属于顾燕的资产，我一分不要。律师有些惊讶地看着我。林女士，您确定吗？以您在汇星集团的贡献，您完全有权利要求分割1半以上的股权。我确定，我只要一样东西，我过去5年主导的全部海外项目，后续10年内产生的所有利润，我都要40%的分成。这份协议只是我的第一步，它能让顾燕以为我只是想分一杯羹，让她放松警惕。我要的不是钱，是让她为她的傲慢和愚蠢付出最惨痛的代价。律师的眼睛亮了，他扶了扶眼镜，笑了。我明白了，林总，这会是一场漂亮的仗，
在我跟律师制定详细方案的时候，顾家的那个名为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群里，正上演着一出年度大戏。婆婆，家门不幸啊！我们顾家是造了什么孽，娶了这么一个伤风败俗的女人，在年夜饭上就敢撒野，现在还离家出走，简直是无法无天。小叔子顾阳，妈，你别气了，我看他就是翅膀硬了，觉得公司离了他不行。哥，你可不能心软，这次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七大姑八大姨纷纷附和，就是女人家家的，事业心那么强干嘛？婷婷多可怜啊，有这么个妈。林安这次太过分了，必须让她给长辈磕头认错。顾燕始终没有说话，但她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纵容。我看着那些不堪入目的字眼，没有愤怒，只觉得可笑。这就是我付出了10年想要融入的家人。我没有在群里辩解一个字，我只是默默的在群里发了3样东西。第一张照片是我在欧洲对接项目时，连续工作48小时后，在办公室沙发上和婴儿睡的样子。照片是当时的项目助理偷拍的，他说他从未见过那么拼命的女人。第2张照片是我和欧洲最大的能源集团 CEO 杜邦先生签下战略合作协议后的合影。为了这个订单，我整整跟了3年，磨破了嘴皮，喝到胃出血。这张合同直接为汇星集团带来了上市的资格。第3张照片是那本静静躺在餐桌上的女德。3张照片发出去，群里瞬间安静了。然后我发了最后一句话：各位的教诲，林安心领了。从今往后，厨房里的活儿谁爱干谁干。那本女德，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修吧，老娘不伺候了。发完，我干脆利落地退出了那个虚伪了10年的家族群。我的离婚协议书加急送到了汇星集团的董事会现场。当时顾燕正在主持第1季度的战略会议，当着所有董事和高管的面，她收到了那份文件。我能想象到她当时的表情会有多精彩。据公司的眼线告诉我，顾燕当场失态，脸色铁青地中断了会议。整个汇星集团高层都知道了他们引以为傲的顾总被老婆递了离婚协议。很快，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林安，你玩真的？是顾燕，她的声音里压抑着风暴，但更多的是一种不敢置信的嘲讽。你以为你离了顾家，离了辉星，能活得下去？别到时候哭着回来求我，那就晚了。我没有说话，对于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我平静地挂断了电话。几乎是同时，一条新的短信进来了，来自另一个陌生号码，但这个号码我认识，是我的老对手，也是一直想挖我但没成功的沈氏集团总裁沈墨。林总，听闻你恢复自由身，我这缺个能征善战的合伙人，有没有兴趣聊聊？3天后，我剪掉了及腰的长发，坐在了沈墨的对面。他的办公室在 CBD 的最高楼，视野极好，能俯瞰大半个城市。你的消息比新闻还快。我端起面前的咖啡，抿了一口。沈墨笑了，他的长相偏向温润，但眼神却很锐利。为了挖到林总你这尊大佛，我可是在顾燕身边安插了不止一个眼线。他倒是坦诚。那你应该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可不算好，净身出户，还背着个疯女人的名声。他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看看吧，这是我为你准备的职位。我翻开文件，职位：沈氏集团海外事业部 CEO， 待遇：完全的自主权、财务和人事权，以及整个事业部10%的股份期权。这个条件不可谓不丰厚。为什么？我问。因为你值这个价。沈墨看着我，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欣赏。3年前，我们在德国竞标同一个项目，我输给了你。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你这种人不应该被困在顾总夫人这个名号里。我合上文件，我接受，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我要在半个月内重建海外事业部，所有人员由我亲自挑选，并且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顾氏集团现在最大的海外客户杜邦集团。沈墨的眼睛更亮了。你的意思是？顾燕签的合同只是框架协议，真正的项目执行和后续合作才是大头。我笑了笑，而那份合同里有一个非常隐蔽的排他性条款，是关于技术支持和市场响应速度的。我相信顾燕现在根本没人能处理好这个。那个条款是我当时为了防止竞争对手抄袭我们模式特意加进去的，没想到现在成了对付顾燕自己最锋利的武器。有意思。沈墨站起身，向我伸出手。那么合作愉快，林 CEO。我握住他的手，合作愉快。
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之前的欧洲助理发了 offer， 薪资翻倍，他几乎是秒回了邮件，表示愿意立刻飞回国入职。接着，我联系了那位被顾燕开除的保安队长，我请他吃饭，然后给了他一个新职位，我的专职司机兼安保。他激动的眼眶都红了，一个劲地说：林总，我就知道您不是一般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而另一边，顾燕大概以为我只是在闹脾气，很快就会服软。他没把我的离职当回事，而是派了他的宝贝弟弟顾阳去欧洲维系和杜邦先生的关系。他以为客户签了合同就万无一失了，他不知道在商业世界里，人永远比合同更重要。我拿到了一份顾阳去欧洲的行程单，看着上面安排的满满的酒会和奢侈品购物，我笑了。顾阳到了巴黎，意气风发，他在朋友圈里晒出头等舱的照片，香槟和窗外的云海，配文是：替我哥巡视一下欧洲的商业版图。下面是一众亲戚和顾氏员工的点赞和吹捧。杨总年轻有为，顾家真是人才辈出啊！我看着那些虚伪的追捧，觉得讽刺至极。顾阳的全部商业经验，就是仗着他哥的名头，在公司里作威作福，欺负新来的实习生，让他去面对杜邦先生那种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50年的老狐狸，简直就是把一只小白兔送进了狼窝。果不其然，1周后，我接到了我前助理的电话，他已经办完了离职，正在飞往国内的飞机上。电话里，他的声音充满了压抑不住的笑意。林总，你简直是神了！那个顾阳把事情彻底搞砸了。他告诉我，顾阳和杜邦先生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是在一个私人酒会上。杜邦先生是个严谨的德国人，他期待的是一次关于项目细节的技术性探讨，而顾阳带着2个网红脸的女伴，穿着一身骚包的粉色西装就去了。他全程都在吹嘘自己家多有钱，他哥多牛逼，汇星集团的股价多高。对于项目本身，他一问三不知，只会说：不要担心，我哥会处理好一切的，钱不是问题。杜邦先生的脸色当场就沉了下来。顾阳在酒会结束时，又神神秘秘地塞给了杜邦先生一张卡。杜邦先生，这是给您的一点小礼物，您知道的，为了我们未来愉快的合作。他暗示杜邦先生这是给他的回扣。我当时就在旁边当翻译。我的前助理说，我眼睁睁看着杜邦先生的脸从白色变成了红色，又从红色变成了紫色。他把那张卡狠狠摔在地上，用德语骂了一句无知的蠢货。前助理说，然后杜邦先生就带着他的团队直接离场了。顾阳还傻乎乎地站在那，问我那个老头为什么发脾气。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真是蠢得清新脱俗。做得好，我挂了电话，立刻拨通了另一个号码，是杜邦先生的私人电话。一个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惊喜。是我，杜邦先生，冒昧打扰，还好吗？杜邦先生的语气瞬间变得愤怒。我非常不好，你们顾氏集团就是派那种蠢货来跟我对接的吗？他把我当成什么了？一个可以被收买的贪官。我很抱歉，杜邦先生，我已经从顾氏集团离职了。我平静地说。什么？杜邦先生显然很惊讶。是的，事实上，我打电话给您是想以我新公司的名义和您谈一个新的合作方案。我顿了顿，继续说，一个没有蠢货，只有专业和效率的方案，而且我能解决您目前在亚洲市场遇到的所有物流和渠道问题。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林，你知道我一直很欣赏你，你说的是真的吗？我看着窗外，天色正亮。当然，我明天飞巴黎，我们当面谈，如何？好，我等你。顾燕是在3天后才得知欧洲项目出事的消息的。杜邦集团单方面发来了律师函，宣布因为合作方严重违约，即日起终止所有合作，并要求汇星集团赔偿前期投入的全部损失，以及一笔高达9位数的违约金。这份律师函在汇星集团的董事会上炸开了锅。这个项目是汇星上市后最大的一个项目，也是所有股民和投资者最看好的一个增长点。现在它塌了。消息传出的当天，汇星集团的股价开盘即跌停。顾燕焦头烂额，疯狂地给杜邦先生打电话，但对方一概不接。他派去欧洲的其他人，连杜邦集团的大门都进不去。他这才意识到，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只认我林安一个人。他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用他自己的号码，用他父母的号码，用公司的座机。
但我一个都没有接，他找不到我。因为此刻我正在巴黎，坐在杜邦先生的庄园里，喝着下午茶。我们刚刚签完一份新的战略合作协议，沈氏集团将全面接手杜邦集团在亚洲的业务。林，你真是个神奇的女人。杜邦先生看着我，感慨道：我那个愚蠢的前合作伙伴，现在应该已经焦头烂额了吧？他只是为他的傲慢付出了代价。我淡淡的说。杜邦先生大笑，说得好，为了庆祝我们的新合作，也为了庆祝你摆脱了那个蠢货，干杯！我们举起茶杯，轻轻碰了一下。同一时间，国内，顾燕终于通过某些渠道得知了我加入了沈氏集团，并成为了海外事业部 CEO 的消息。他更得知是我抢走了杜邦集团的订单，他气疯了。据说他在办公室里砸了所有能砸的东西，然后他做了一件更蠢的事，他召开了一场记者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声泪俱下地控诉我这个不守妇道的前妻如何为了报复他，不惜盗取公司机密，恶意撬走客户，给汇星集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背叛的深情的受害者，试图用舆论来压垮我。一时间，网上各种对我的人身攻击铺天盖地，这种女人太恶毒了，为了钱不择手段，连前夫都坑，商业间谍吧？建议报警抓起来。沈墨打电话给我，问我需要不需要公关，我说不需要，让他闹，闹得越大越好。他现在跳得有多高，将来就会摔得有多惨。我挂了电话，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录音发给了我的媒体朋友。那份录音是当初顾阳在巴黎酒会上和杜邦先生谈判的全过程，我的前助理很有先见之明地录了下来。这份录音被媒体曝光后，网上舆论瞬间反转，之前还义愤填膺痛骂我是毒妇的网友们全都傻眼了。卧槽，这反转，这弟弟是来搞笑的吗？ A little gift for you， 这英语水平我上我也行啊。所以根本不是林安撬客户，是顾燕自己派了个傻子去把客户得罪了。心疼林安1秒钟，摊上这么一家子极品，离婚真是离对了。楼上的不是心疼1秒钟，是恭喜他脱离苦海好吗？这种老公和夫家留着过年吗？顾燕的深情人设一夜之间崩塌，她和她的宝贝弟弟成了全网的笑柄。汇星集团的股价再次应声下跌，连续3天蒸发了近100亿市值。董事会那帮老狐狸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开始逼宫，要求顾燕为这次重大决策失误负责。就在这个焦头烂额的当口，我女儿顾婷婷突然找到了我下榻的酒店，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没有了之前那种娇生惯养的公主模样。妈，她站在我房间门口，怯生生地叫我，我让她进来了，并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她低着头，不敢看我。我问了爸爸公司的一个阿姨，妈，你能不能放过爸爸？我看着他，心里一阵悲凉。婷婷，你觉得是我在为难他吗？可是外面的人都说是你抢了爸爸的生意，公司现在很困难，爸爸他都好几天没回家了。他说着，眼圈又红了。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会失去那笔生意？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在年夜饭上送了你妈妈一本女德？我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婷婷哑口无言，她的小脸涨得通红，半晌才憋出一句：可是奶奶说，爸爸也是为了你好，想让你休息一下。我明白了，直到现在，他依然活在顾家人为他编织的信息茧房里。在他眼里，父亲永远是伟光正的，而我这个常年缺席的母亲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婷婷，我叹了口气，你已经10岁了，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了。我把一些东西发给你，你自己看，看完之后，如果你还觉得是我错了，那我无话可说。我把那段录音以及当初家族群里那些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截图都发给了他。婷婷拿出手机，点开看了起来，她的脸色一点点变得苍白，从最开始的茫然到震惊，再到难以置信。当她听到录音里自己小叔叔那愚蠢的声音，看到自己奶奶那些恶毒的咒骂时，她握着手机的手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最后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大颗大颗的掉了下来。她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奶奶她怎么能这么说你？那一刻，她心中那个和蔼可亲的奶奶、年轻有为的小叔叔和为我好的爸爸形象开始崩塌。我没有去安慰她，有些成长必须伴随着疼痛，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等他自己消化这一切。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通红的眼睛看着我，声音里带着哭腔和一丝迷茫。妈妈，对不起。我们想用在一起，我说希望你能明白妈妈，你该长大了。婷婷拿的手机中的证据，回去和顾燕大吵一架。当天晚上就收拾行李搬出了家，并给我打电话。妈妈，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把婷婷接回我的住所。没过多久，我们离婚了，我也拿到了女儿的抚养权，从此再也没有联系。